老公我李恒对外怯懦，在家却是盘腿大爷。闯红灯面对警察盘问，他手指交缠，说主驾是我。白月光偷吃我东西，肚子疼，大骂我不是人，直到被他们联手害死，我才知晓这一切原来早有预谋。而我也不是第一个。再睁眼，这次我还真不当人了，你们一个也别想好过。女人就该24小时轮转，不睡觉又不是啥大事，每个好女人睡觉。老公于天照破门而入时，我整颗心脏剧烈跳动，全身血液冰凉。我不敢想，我竟然活了过来。一切厄运还要从他白月光偷吃我巧克力肚子疼说起。于天照得知此事，不问清缘由，当场甩我几巴掌，直言我给他下毒。我被打懵，可是请真相明明是白月光偷翻我包，还不顾反对，拿走我新买的迪拜巧克力。他一口气吃一大盒，哭得嗓子嘶哑。姐姐，你不喜欢我，也不能这样啊，怎么还投毒？虽然于哥喜欢的是我，可我已经嫁人，你怎么还像古代后院女子般嫉妒？于哥，我的嗓子，嘤嘤。说完抹了几把不存在的眼泪，捂着肚子跌在于天照怀里。于天照黑着脸把我推开，来不及反应，我摔在桌角，额头流血，而他抱起面颊红润的白月光，登向医院。行驶途中，白月光捂着肚子娇羞。于天照心急下脚踩油门，闯红灯撞了一个孕妇，肇事逃逸。直到3日后，于天照夜夜噩梦，这才说出真相。可警察已经上门，于天照怕了，手指交缠，双腿交叉躲在我身后，求我认罪。你也知道，家里就我一个司机，我要是进去，以后遇到点问题谁来帮你？还不如你去承认无证驾驶，闯红灯撞人逃逸。我拒绝，没成想几天后，于天照伙同白月光在筷子尖上动手脚，导致我中毒而亡。事后他们说我畏罪自杀，于天照拿着我的遗产迎娶他爱35年的白月光。那时候我才知道，他同我结婚是一场彻头彻尾阴谋。即便没有这一次，我也活不过1年。我从不是阴谋里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可我不甘凭什么坏人潇洒自在，或许上天垂怜。再睁眼，我回来了，说我不是人，那这次我就不当人了。于天照愤怒骂我，钱小琪，别人没什么事，咋就你事多？什么叫偷？那放在你包里的东西可不就是我的？会不会说话？要不是你，我能闯红灯撞人，我能逃逸，我警告你去自首。一个女人进去就进去了，我可是男人。我同于天照相识半月闪婚，他是我初恋，认识他时会提心接我下班，生病帮我送药，每日早晚安，从不落下一次。我一度以为自己是最幸福的女人，遇到对的男人，可谁知这只是假象。闪婚当晚他原形毕露，把我按在床上，脚踩着我脸上掐脖警告，钱小琪，你敢说出去我就灭了你，还有你家所有人。你知道我不怕死，可那之前我会拉上你家所有人陪葬，这是你欠我的。我欠他，我笑了，原来他是这么认为，我的懦弱成为他变本加的折磨的理由，一次次数落我，娶媳妇就是伺候我妈，我妈生我养我不容易，你得敢去给我妈洗脚，那是我白月光，就是一个妹妹，有什么好吃的？当然妹妹吃，这小心眼，嫉妒心真强。婆婆周来地往沙发一坐，在手机里抱怨我不干活。前月吃着我买的牛排，还嫌弃味道是番茄，下次买黑椒的。妹妹我无辣不欢。于天照打游戏说我是没人要的东西，无数次身心折磨下，我被他洗脑，任人宰割，傻到用工资养着不上班的婆婆，自己家厕所不去，非要借厕所的白月光，还有窝里恨老公。但凡在外遇到事情，于天照总是躲在我身后，一副怯懦模样，我也不知怎么办。我家老婆管家，你找她。婆婆挖绿花带，面对物业选稳瞅我袖子，老婆我怕，还是你去吧。亲戚借钱，我老婆管得严不让，事后拿着钱跟白月光潇洒，说我败家，最后他成了人人夸赞的好丈夫，而我事事多的媳妇，名声扫地。我死后除了父母无一人惋惜，此刻看着气势汹汹的男人，我哪里还不知道这是窝里横。于天照比我大10岁，钱月比我大10岁，这两人一个躲在我身后当宝宝，一个天天叫我姐姐，还真是炸裂。只是没我这个姐姐帮忙，两位小无辜又该如何？眼看警察上门，婆婆周来的抓着围裙擦手缓缓打开，一会可别说错话，我要是进去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败家娘们，曾经婆婆装的像，说她不知道，咬嘴有人陷害，这演技不演戏白瞎了。可来的不是警察，而是孕妇丈夫唐慈。上衣时，于天照回家缩在屋子里，只字不提，直到警察上门他才想起挽救，可一切为时已晚，天黑路口无人，直到第2天早上，孕妇才被人救起。由于拖得太久，腹中8月，双子不幸离去，我当今买东西去看孕妇，跑前跑后为她挂好，请最好的医生担下责任。面对孕妇家人责骂，我一声不吭，想尽力弥补。于天照却抱着白月光，躲在家里吹空调，吃我买的山竹。可一切还是晚了，孕妇感染离去，谁知忙碌途中我晕倒，送医后检测出怀孕，我还没来得及感受腹中温度，被唐慈一脚踹在肚子上，当场鲜血满地。于天照的之后，抱着白月光瑟瑟发抖，连头都不敢抬。我伤害你一个孩子，你害我一个扯平了。孕妇丈夫脾气暴躁，不管这些，上去就走，你到时会打主意，就算你们赔也赔不起，更何况那是双子。于天照躲，前月8日肩膀出主意，于哥你就让姐姐再怀一个，等到8月时让人家出气。于天照摸前月头发，觉得是个主意，还是月儿聪明，这样谁也不欠谁。没多久，这样人见我想跑，联手给我下毒。此刻于天照低着头，一如既往眼含泪水，微微屈屈，还要想着把我推出去。唐慈不理会这些，让于天照赔钱给孕妇看病。这一时，有人在夜里打急救电话，孕妇急腹中之字躲过一劫。唐慈世子大开口，张嘴要250万的封口费，否则报警。
婆婆周来的把我推出门外数喽，一耳朵聋了，没听见人家要钱，就你这样就该被警察抓走，判无期才对，可别霍人。钱月也劝姐姐，做坏事就想挣不了了之，心眼真坏。钱月夹着嗓子，勾得于天照嘴角一条。于天照还想再给我加个无证驾驶罪名，你放心，先赔钱，再进监狱，我有人，大不了倒是给你说说情，无证驾驶又不是什么罪，我信他，不如性情使黄海活着。我朝旁边让了一步，楼下缓缓走来的警察，把一切尽收眼底。于天照瞬间沾了，眼神躲闪，他的话一字不漏落入警察耳朵里，被带走。周来的越过警察，往地上一躺撒泼耍赖蹬脚。警察同志，你们不可以抓我宝，不就是闯红灯吗？谁让那些人没长眼睛？要我说，这么点小事，你们睁一眼闭一只眼就算了。年轻警察无语，方才谁说判无期？怎么换人就要谅解？周来的抱着警察裤腿指着我，判那个女的，判多久都行，你们要是抓我宝，我也不活了，我这就死给你们看。周来的起身去厨房私下一望，拿块豆腐往自己头上砸。警察黑脸叫停，这位女士，你要是再阻止办案，我们可把你请走。说完带走于天照调查，于天照吓得腿哆嗦，脑袋藏在衣领下，拉着他妈就哭。周来的不放心，跟着跑去警局。钱月每每隐身，此刻看着眼前窝里哼的男人，我发誓我会比他更疯。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这时好不容易远离危险的孕妇一夜间消失了。于天照出来那日，唐慈带一伙人上门要钱，先是敲了隔壁钱月家，又来敲我家，眼见没人开门，干脆在楼下支个棚子。当天我刚从医院检查回家，我摸着肚子，把检查报告藏好，生怕如上一世那般，我打算去复瘤子。于天照听见动静躲进厕所，才迈进去一步，惊慌退出。钱小琪，你大爷的，厕所里那头玩意你是要留着吃啊？当初他可不是这么说，他说钱月上厕所都是香的，甚至钱月来借用厕所，还贴心给马桶打上五颜六色香花。我一直以为于天照不懂浪漫，他说自己是直男，可惜我的真心错付。眼见我不动他冲向冰箱，报复似的拿走我买了的山竹巴底钱月，这是你欠我的，你也配是山竹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，月薪5000连屁都不如。我冷笑，你的1800工资岂不是连坨坨的都不如？哪有人这么夸自己呀？于天照红着眼，一把山竹壳扔在我身上，起得发白的衬衣染上红色。我抬手反抗，浅月突然堵着我，抄起一把山竹壳往我嘴里塞。姐姐，壳子有营养，你吃壳子就行。于天照抓住我的手，必喷口水，你配吃吗？这都是我老于家的钱。周来的气得抓我头发一顿揉搓，谁家媳妇1周3块肉？我们从前都是啃树皮吃树叶，如今日子红火，山竹壳还挑上，那可是有营养的东西，挑3拣4。你以为你是大小贱？有我这么狼狈的大小贱？我发疯挣扎，吐掉嘴里山竹壳，目视众人。当初我怎就没看出，两人狼狈为奸，于天照同我闪婚，根本不是爱，只想报复。他觉得钱月不嫁给他是欠他的，而我们都姓钱，舍不得报复钱月。我是出气替身，于天照又打了我一巴掌，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去做饭？周来地窝在沙发抠脚，无意一瞥，他把手只放在鼻下一顿咽足。我起身，拍拍裙子上灰尘去厨房。客厅里钱月吃着山竹，于天照刷美女视频，周来地在家族群抱怨，你们是不知道，这媳妇我是教育不了，就该进猪笼。于家儿当家回复道，怕啥？等着看我们怎么收拾不听话的儿媳，指定治得服服帖帖。于滚滚也附和道，往死里打，自家媳妇打死了谁能说什么？周来地拍的拍于家儿当家，就该给我保那个二房。于滚滚又立即跟得道，女人都是赔钱货，打。周来地总说于天照是上天照顾孩子，要宠着，是老于家未来可期的男宝。如果不是靠着他爸的赔偿，他能送起礼物给钱院，到头来逢人说我花钱大手大脚，败光家产，我忍耐。周来的确说是我活该，我保1分钱没花，谁让他喜欢倒贴，还不是我儿魅力大。我进厨房瞬间，空调被周来的关上，他在门外吵着要4菜1汤。隐约间，我看见窗户外久坐的唐慈拉着横幅，没会，4菜1汤上桌，辣炒山竹壳，油焖叶子，凉拌土块，自己拔树枝，发财汤齐齐上桌。桌上几人大眼瞪小眼，看向我，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。我把盘子一推，故作羡慕，这些是纯天然有营养，没添加剂，我是没机会吃了。婆婆，这可都是你老说的好东西，现在这个社会可不好找。钱小琴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于天照眼神阴郁，捏筷子要插进我脖子，我委屈摇头，可这是婆婆说的，她最爱呀。我看着周来地，又故意不安瓢的演出柜，钱月很巧妙捕捉到这一点，我故作心虚，钱月起身贪婪寻找，周来地捕捉这一点，把我一推，我显现撞在水龙头上，钱月顺利打开柜子，隔着餐布捅出一锅海鲜蘑菇粥。周来地慢慢一口痛的喷在我身后，这小贱人，我就知道他要吃独食。呸！我脚未动，急切阻拦，那个不能吃，有毒。我还没说完，几个人低头狼吞虎咽，烫的舌头打转。于天照帮腔，筷子敲碗，我们于家规定，外人不能上桌，你不配吃，上一世也是如此。于天照一次次试探，见我不反抗，说我是外人，上桌吃饭会破坏风水，反倒是钱月天天来蹭吃。于天照吃的肚子溜圆，吃完拿着手机去厕所发出暴怒，这玩意你还留着呢，是等着吃。所以当于天照气冲冲拉我手让我冲厕所时，我不小心向旁边一倒，他没站稳，直接再进厕所。隐约间我听见咕噜一声，我还贴心给他按下冲水键。于天照愤怒起身，抱着一旁存水桶哐哐哐喝，那可是精心为他准备的发财水，慢慢享用。当然那锅粥也是，
这可是他白月光厕所水，他1月洗1次的洗脚水制成的，原汁原味。于天照从不洗脚，前月从不冲厕所，还真配。我忍不住干呕，很难想上辈子我是怎么熬的。我庆幸先见之明，把木夹子藏起来，在马桶里刷碗，岂不罪过？暗自念的句阿弥陀佛。经过上一世，我了解于天照这个人，遇强则弱，遇弱则欺，我要比他更疯。于天照满身臭味，含恨上来掐我，在他触碰我瞬间，头顶灯突然爆炸，整个餐桌扭曲张开，血盆大口，木头发出瘆人的滋滋声。下一瞬，灯亮了，于天照满脸汗珠，裤子湿一片，臭上加臭。周来第七息粗喘，大口吞咽急速就心丸。钱月面色苍白，餐盘下藏着的纸张掉落，他慌张拾起，揣在兜里。钱月还没来得及出去，房门再次被敲响。唐慈举着吊扶三登门，踏入门槛瞬间，捂着口鼻退出去，站得老远，要求赔偿丧妻丧子之痛。我不明白，孕妇目前失踪，他为何如此肯定？这里有什么秘密？在拉扯中，显月兜里的纸张掉落出来，他慌忙去勾，落在孕妇丈夫脚下，被先一步拾起。唐子脸色顿时大变，抬起脚朝前月肚子狠狠一串。于天照还来不及反应，等回国为拉着我去挡，结果被我一闪，他摔了出去。孕妇丈夫那一脚直接踩在他腰带下，于天照嗷了一声。唐慈继续用力，好啊，这就是你们说的要赔我孩子，还说让我等等，等谁的？这不是已经有了？既然有，现在还正好，他们竟然用我交易，早打了这样主意。唐慈狠狠补了几脚，脚下一滩鲜血，钱月疼得脸色惨白，咬唇发灿。钱小七欠你的孩子，凭什么我还？我立刻打断，妹妹呀，这就是你的不是，那日你就是吃多积食，如果不是你娜怎么会出这样的事？生妹妹叫了我牙疼。唐慈一听，下脚更重，我警告你们，3日内把赔偿款打给我，否则别怪我下狠手。钱月晕倒，于天照晕倒，我一点不觉得可惜，上一世我死的时候比这还惨，而这些人更加冷漠。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，这几人私下有联系，我或许应该找个私人律师。直到救护车来了，奄奄一息的于天照抱着某处苦口哀求，月儿她也不容易，老公出差又被人误打了，你去帮忙照顾吧。好啊，我微笑点头。当天晚上，我二话不说，拎着行李箱，混子随时出发的老年团报名旅游去了，嘴是答应了，脚可不甘。这件事最后落在周来的身上，同时照顾两人，跑上跑下。周来弟近几年养的富态，照顾于天照还算耐心。到了钱月之所幸刚丝球搓胳膊，搓了2下唉声叹气，开始耍赖。钱月疼醒，甩周来第一巴掌，姐姐，你这是干嘛？怎么能打我？钱月逢人就叫姐姐。周来的不干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大闹，引来无数人观看。没天理了，老婆子我辛辛苦苦奉献，他被责怪。于天照刚想暴怒，看着一群观众垂着脑袋，妈，你就让怨吧。他一个人可怜，周来的眼里多了抹猩红。出发前，我趁周来的松懈，拿起他的手机，改绑银行卡。旅游归来，我前脚才探入屋子，后脚于家一水亲戚全来了，要给我开批斗会。当初于天照非要买43厅，一间周来地住，2间一水亲戚，要报答他们相遇真。我说可以，只要他掏1半房钱。结果抱着我给我磕头，我二姨死了，钱给他买棺材，你懂点事情不行，还得死人挣钱。当天他诈识的二姨，也就是于家二当家不请自来，二姨还没进门，苦口婆心抓我的手，相劝为儿媳要勤劳，怎么能不养婆婆？那可是你亲妈，生你养你，我差点吐出来。顾自于滚滚浓妆艳抹，送我一本家规手册，婆婆日该送礼物就送，别那么视钱如命。我心里默念反噬。周来弟天天说我大手大脚，骂我为人狠毒，水性杨花，恨不得让整个小区唾骂我，确实没要命，而是要了命。我的心软，成了我天天吃香喝辣，让家里入不敷出，是小区里出了名的懒惰败家媳妇。二姨又开始给我洗脑，装可怜，就是几只螃蟹，你妈这是命苦，操劳半辈子，什么也吃不到。我叉腰，看周来的耍猴，周来的配合往地上一躺，蹬腿，反正我不管。网上说婆婆日要给我送礼物，否则家里不顺，都是你的事。儿媳的钱就是于家的钱，你不能花我脑袋上的青筋通通直跳。忍着笑，拿出手机，给他下单一份礼物。二姨赞许拍我手，这就对了，都是一家。于天照跟众人打完招呼，躲在屋里不敢出来，我压着嘴角笑意，目光盯着骨灰盒订单，转头看向吃着过期零食的于滚滚，以及抹着3屋化妆品的二姨，不枉我精心准备。前1月又来借厕所，熟练在沙发一躺，笑着吃泡过狗尿的山竹果瓣。于天照缓缓地给我购物袋，细声细语吩咐我拿着周来的手机去买大闸蟹，贴心告诉我不用省钱。我不在意，我正有打算，反正如今绑定的银行卡又不是我的，习惯花别人钱。于天照养成不看消费信息习惯，直到关门，我听到有人问钱月，怎么没瞧见你老公？好一阵没见到，钱月老公从未出现。周来的怕我花钱，不让我绑定任何银行卡，买东西只能拿他手机，也是这个原因，他们丝毫不考虑价格，大手大脚，不是他的钱，一点不心疼。可这次花的可是他的棺材本。我挑起唇，点了佛跳墙、烤龙虾、帝王蟹，吃饱后，我贴心把海鲜分数10分，分别老邻居，还拿了一个颜色不一样的袋子。曾经我只知上班顾家，从不同邻居沟通，这也导致我死后，大家觉得我就是周来弟口中懒惰恶媳妇。见钱眼开，分完一圈，我把最好的冬虫夏草、奥龙、海参留给跳广场的陈奶奶，她是一个宣传小能手，起初还不信，毕竟我是周来的嘴里恶媳妇，
最后欢欢喜喜牵着小孙子回去吃饭。回家后刚好看见于天照和甘月并肩从厨房出来，于天照神色慌乱，甘月平静整理裙摆，脸上有汗水。这两人甘月出院才几天，还真是迫不及待。我后悔了，后悔走之前没开个直播。周来的站在一边抽烟，一众亲戚坐满沙发，两个小屁孩穿鞋在床上蹦跶，我只当看不见，笑着把手里的袋子扔给于天照。于天照手软没接住，袋子里黄纸红纹包裹的东西，明晃晃滚了一地，香灰、纸钱、花杂，手机滚得到处都是。我抽烟看二姨，口水点内，离她老远。二姨，听说你被高空抛物砸死，脑袋都开花了，这回夜虽吃几月也不打紧，就是不知我买的东西对不对？你老人家好歹对付吃点，保着上路。二姨脸色难看，举起拳头要骂人，我又转向熊孩子，从兜里掏出一抹雄黄粉扔过去。可怜啊，才上小学，活生生被蛇咬死。婆婆说你脸色铁青，福薄的命，上辈子没少干坏事。小孩他骂气的执念人中，于天照被我吓到没敢阻拦，周来的来不及拦，我上前抓住于滚滚一阵摇晃，数你可怜，产检是难保，结果出生果真是个赔钱货，也怪不得一大家子叫你于滚滚。我抹泪，眼睛都红了，虽然长得丑，还被男友骗了怀孕生娃，也挺可惜的，但是没事，我婆婆厉害，能给你找个如夜郎君，保证你生10个8个，那些事情也当没发生过。二姨忍不住了，浑身颤抖，从地上抄起一把香灰，塞进周来的嘴巴。好家伙，我来帮你教训习，结果把我自己送走了。行，你们活着，我这个是去治人不添乱了。你以后也别称自己是一家人，高攀不起。熊孩子挺兴奋，踩了一天照衣服，夜，我死了，不用上学了。熊还在他妈拧的他耳朵，揪了出去，出门前甩了周来第一巴掌。周来让于天照给他出气，结果于天照直接躲进厕所一声不吭，与滚滚砸桌椅电视，狠狠配了一口。我抹着不存在的眼泪，家里乱成一锅粥，不欢而散。周来的气得上来抓我，想到什么折返在钱月身旁，抓着头发就好。小贱人，你不是很厉，刚才那么多人欺负老婆子，你一声不知。于天照听到动静，紧忙拉住他妈，想把矛头指给我。他刚抬手，头顶的灯再次爆裂，无数玻璃珠砸在他们身上。于天照一晃，给钱月一巴掌。反应过来，先抬裙子躲在下面。钱月娇羞呢奶一声，有点想吐，不行，我捂住嘴，好不容易吃到大闸蟹，忍住。电路很快恢复，于天照只好把一切归结在周来递减的灯质量不好。晚上有人敲门，于天照开门，慢慢嘎嘎吵了几句，只说找错人。这一夜，于天照梦到我张开血喷大口，咬断他的脖子，戳烂心脏。他老实几日，周来的想来支持我，被他拉得老远，倒是钱月没再来过。可每次回来，于天照身上有劣质香水味，很难不知发生什么。我以为他们学老师了。这天晚上，他给我买了一块奶油蛋糕，上面摆满奇奇怪怪的巧克力糖果，还有红色果酱，这是他第一次送给我礼物。我没注意到于天照阴增眼神里泛起的得意之色。周来的要进门，被于天照推了出去。我妈老就思想不懂事，你放心吃，这些都是你的。我点头，认真看他，老公，你会害我吗？肉眼可见他慌的一批，我打趣，逗你，要不要吃一口？于天照摇头，我含着勺子放在嘴里，等我吃完蛋糕，他端子给我一瓶山楂汁，我喝了一口，难喝到重眉。我没想到，喝完后我满头大汗，疼痛难忍，我这肚子滚在地上，我痛得抽搐。钱月突然从门口走了出来，身后跟了一身道服，蒙面的男人。男人手持木剑、乌龟壳，撒朱砂，吞酒水，挥象窝，妖怪，受死吧！一口鲜血从我喉咙涌出，几人的一笑着，已经商量好一会拿着我的钱去吃什么夜宵。在他们放松时，我把西西上买的10米假舌头，一头叼在嘴里，一头搭在假刀士身上，弄乱头发，腮红吐泪，拉长语调一字一顿。你们这群黑心肝不是人的家伙，也别活，我好苦，一群傻叉，还我命来！吓得假道士连脚底抹油滚连滚带爬，直接关门。于天照、周来碧、钱月来不及出去，奇怪的，一声正过一声磕头声，我挥起手，一巴掌接一巴掌打在他们脸上，脸皮厚手疼，我吩咐他们护山。于天照最先缓过神，看了眼钱月，一巴掌拍到周来娣假牙，周来娣不甘示弱，看着于天照骑在钱月身上就打，一顿混战，我这才闻到3人身上一股尿骚味，也不知谁胆子这么小。于天照满脸纸印，跪在我面前求饶，妖怪大人，求你放过我吧，这都是周来娣主意。钱月碰碰磕头，就是那老不死，你快去找他，我还以为他们多和谐呢，这才拿到哪互摇起来。我笑了，捅着肚子看他们，打开灯，这是在干嘛？拍短剧吗？我装得像吧？于天照这才缓过神，上来抽我，钱小琪批仰视不，3天不打找事，那一瞬白痴灯晃动，他手臂悬空，却不敢碰我。为弥补我受伤的小心灵，第2日我拿着周来娣手机，买了2个30克大金镯，一个5位数玉镯和一盘珍珠当溜溜。当天夜里，于天照趁我睡着，摸进钱月屋子，2人越靠越近，呼吸着热，钱月把手搭在他的唇角，我跟钱小七水好。于天照亮亮开口，红酒下肚，头脑发热，别提他，死鱼一个，在那庄高洁，不让碰，你说我心里是谁？2人眉目生情，窗帘下红色光点一闪一闪，喷，阳台的花盆突然掉落，屋内寂静，2人衣衫不整，屏住呼吸，明明没有风，纱帘一次次被吹起。于天照害怕瑟瑟发抖，他推荡钱月，2人谁也不肯去，他们不可置信，因为此刻花盆竟然变成异食人怪，要吞掉他们。在他们快吓破胆时，我一个电话拨过去，吓得2人一激灵。
于天照神志不清，颤颤巍巍捞了几次，捡起手机，窗外下起大雨，我怕打雷，哭得梨花带雨。换做平常，我的眼泪没用，于天照不喜欢我，自然不心疼，我哭不哭？可现在不同，他觉得我根本就不是个人。你去哪了？单位，临时加班。于天照神色躲闪，磕磕绊绊，你别怕，这雷一会就停了。婆婆睡得深，要不我去找钱妹妹吧，她一个人也会害怕。说着，我假装找衣服，又故意不小心碰掉手机，装出惊慌失措的样子。于天照心脏还在剧烈跳动，对我证明说，夏特发了个4位数红包，人家都睡了，乖，想买啥买啥，购物。我没接，他又给我发了一个5位数的标记，自愿赠与。我果断手下，挂断电话，开启飞行模式。于天照脸色不好，手机摔在地上骂我。平常我从来不接他的红包，这一夜两人注定难以入眠。周来的不知从哪得到我再次旅游消息，为报复我，眼睛不眨狂刷钱，买奢侈化妆品，拿到家后第一时间拆开扔一旁，又去买一堆进口水果，一个咬一口就扔，最后报了个10天10夜游轮游，到了个衰歌场听歌。卡刷爆时，钱月正和姐妹炫耀新款包包，谁知付款时刷不出钱，钱月气急把收回员从头到脚骂了一顿，收回员也不是吃素的，面无表情，当即告知卡刷爆，没钱装什么有钱人，钱月丢脸丢到国外。于天照得知这一切，对我破口大骂，写8字连拉的老长，可我早已拉黑他。当初他家怕我分到赔偿款，签下婚前协议，互不干扰，连3金都是欠条，至于卡里欠的钱，跟我没有丝毫关系。我刷完卡还特地给他们留了点，更何况买的东西都是欠条上，我还帮他们省下1金。周来的抱着开封的化妆品，闹着退款时被保安丢出来，想让于天照为他撑腰。于天照站在柜台前，蒋手指扭屁股，一句话不敢说。我收拾好饭桌上碗筷，扔进马桶冲洗。我按下电话，心里酸楚，许久告诉爸妈我打算离婚，他们很支持我。当初在一起时，父母本不同意，可我瞎了眼，非要嫁给这个连婚礼都办不起的东西。可我要的不只是离婚，毕竟某些人被搪瓷催债催得快疯了，决定对我动手。我看着私人侦探发来的信息，手机显现掉在地上，心里真作恶。让人意外，于天照，钱月竟是婚骗高手。于天照专找独生女或者孤女下手，先是哄骗，最后摧毁内心，让他们以为是自己的错，自缢而亡。事后弄一份假证明，说遗产留给配夫至绝户，主打1分不给女方花，还要拿命倒贴。而钱月专骗大龄剩男，假借用厕所寻找目标，最后结婚杀人骗保，他才出面原谅。我又问唐慈，这人给我一种阴森感。4家侦探说这人很快，查不出一点消息。虽再查几日，我还没回家，电话被广场5城奶奶打爆，闺女你快回来吧，你家那位丢2块丢到家，这样的人可别要了，你也别伤心，稳住心，到时奶奶再给你介绍。我不明白成奶奶的意思，可是很快，我在同城视频刷到信息，于天照，钱月公然在小区广场器械上做运动，等我赶到时，抄起一个垃圾桶丢了过去。刚开始，有人还劝我打人犯法，人家2口子的事我管什么，可以说我才是正宫，帮我一起打。于天照被好心大爷大妈按着，我拿出买的仙人掌，朝着他脸左右开弓，一巴掌比一巴掌响亮。至于钱月，2个胖女人骑着他抄头发，就是你呀，天天来我家进入厕所，怎么你是不打几下上不出来是吧？2人捂脸求饶，谁也没理。于天照清醒后，主动提出同我离婚，上一时他威胁我离婚去死，可这次我不干了，离什么婚啊，我要的是丧夫。我给于天照盛了碗蘑菇汤，于天照怕我下毒，我端碗先喝了一口，于天照拿着勺子这才敢喝。可当天晚上，于天照被吓到裤子，非要报警说我不是人，我有9个头。经过上一次假刀式事件，他直接报警，警察是曾经抓闯红灯那位，调了部门，经过检查没查出模糊问题，倒是意外发现于天照前约手下命案不止1个，还改了名。于天照骗杀2人，钱月手下至少5人，而这些人就入水泥封在钱月家的厕所，连同他正任老公。如果不是一只狗对着钱月家汪汪叫，这一切还会隐瞒。除此之外，唐慈的消息也查出来，我曾以为3人团伙，结果唐慈单干，不查不知道，当初那场车祸是唐慈安排好的。孕妇是有钱人家独女，在一次旅游中结识唐慈，可他唐慈是个凤凰男，不努力，只想继承财产。后来他一看孕妇怀中是2个女孩，果断下杀手，就连于天照也是他选好的目标。一个我李亨的损货哪会想那么多，坏人与坏人之间的碰撞，显然唐慈才是高手。警察去抓时，唐慈脸上全是指甲印，黑眼圈说妻子女儿索命。追捕过程中，唐慈被大货车撞倒，双腿截肢。就此期间，他口口声声说死去的人挖他肚子，手扣掉好几块肉。再次得知3人消息是2年后，判刑前，几人分别关押。于天照祸害女生骗婚吃绝户，这种人是监狱中之末端存在，每个人都能好好收拾他。至于钱月每天被大姐大要求表演运动，而孕妇丈夫天天撞杆子，他们的生命走向倒计时。某一日，我在街上看见一位妆容精致的女人，牵着2个一模一样的小孩，很巧的是去吃火锅。我们听到一桌，女儿和哥哥姐姐一起玩耍。雨天照进去后，周来的变法想见孙女，我从不让她看。后来听说她被债主人堵在一个雪夜，再也没出来。很久后，我收到一笔骗婚赔偿，卖了曾经的房子，换成一套郊区别墅。很意外，警察小哥住在我旁边，窗户的窗户，我挖了一坑，把蘑菇粉埋在土里，期待明天能长小蘑菇熬汤喝。我总觉得有人在盯着我，
我起身去了趟卫生间，把最后一瓶发财水倒在马桶里，按下冲水键。不冲厕所可不是什么好习惯。运送。怀孕那年，我觉得唐子不对劲，她总是同我家的保姆妹妹长妹妹短。唐子说我想的太多，给我做了一碗生腌蟹。我说孕妇不能吃含量之物，她说那些是骗人的。可是有一天，我端着咖啡去寻唐慈时，我意外发现她的小保姆滚在一起，我发疯般推门跑出去。我感情洁癖，这样的人我不能要，也不会要。我跑得很远，天色黑，可一刹那，我什么也看不见了，远光灯打在我的眼睛上，连痛都感觉不到，倒在地上。瞬间我想的是与唐慈的点点滴滴，我试图求救，照试着一溜烟逃跑。我捂着肚子，感觉到温度流失，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，可是孩子没了。晕倒时，我听见唐子说我活该，怀了2个赔钱货就该让位，当初我不嫌他穷，帮他铺路，原来可笑的是我，有人在帮我擦身子，触感上是一个小女生，给我感觉很老实那种，可我还是死了。唐慈在我的输液管里注入空气，灵魂飘出来时，我看见那个小女生，我也看到唐慈恶狠狠拆掉那小女生的孩子，这些恶人凭什么心安理得？在睁眼，我看着刺眼的远光灯，用力往旁边一甩，躲过撞击。我护住肚子，腰却动不了了。我想掏出电话求救，可手机不见，难不成我的命运同上一世一般？我希望，既然这样，为什么让我重生？凭什么？眼前有人影晃动，没一会有医生给我戴上面罩，救我，救我的孩子，121女。在唐慈轩来之前，我带着2个孩子逃跑。我知道他也重生了，是他及时打电话救我，可我怎能拖后腿？每当唐慈入睡，我在他耳边放各种音乐，我在屋子里藏了无数小型音响以及投影仪。唐慈从不翻这些东西，他对自己过于自信，我要让他认为是我害他产生幻觉，其实哪里来的幻觉？不过是有些人坏事做多了不安宁而已。稍微点风水草动，整个人提心吊胆，若这时内心防线崩溃，一切可胜，全问完结。